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17万多的天价账单摆在桌上，几个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瞬间慌了神，互相推诿不肯买单。而那个被他们嘲笑了一整晚、穿着地摊货的穷同学，却在此时露出了神秘的笑容。班花孙曼玲走到他面前，轻声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如同炸雷，让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怎么这么贵，先生？您刚才点的这款威士忌是蓝牌典藏版。服务员的声音很轻，但递过来的账单却让几个男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时间回到3个小时前，2019年春节前夕，北京某5星级酒店的豪华包厢里，10几个30出头的老同学围桌而坐，气氛热闹中透着一丝微妙的较劲。李征良缩在靠窗的角落位置，很不起眼。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黑色羽绒服，里面是普通的格子衬衫，脚上一双看起来至少穿了2年的运动鞋，连头发都像是在街边小店随便剪的，略显凌乱。他面前只摆了一杯白开水，安静地听着别人聊天，偶尔点点头，很少主动开口。征良，你这些年到底在干啥呢？一个穿着名牌西装、戴着劳力士手表的男同学笑着开腔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优越感。怎么还是这副打扮？这可是咱们班花曼玲组织的聚会，你也得稍微收拾一下，注意点个人形象吧。李征良憨厚地笑了笑，摸摸后脑勺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平时也不需要穿得多正式，随便点就行。也对，另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同学接话，目光从他的鞋子扫到衣领。想当年你学习也一直是垫底，现在看来生活品质也确实有待提高啊。这话一出，桌上响起一阵善意的哄笑，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这种善意背后藏着什么。曼玲来了。随着这声招呼，包厢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。昔日的班花宋曼玲穿着一件米色的羊绒大衣，内搭黑色高领毛衣，简约却透着低调的奢华。她的长发披在肩上，妆容精致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功女性的气质。哇，曼玲还是那么漂亮，现在可是大老板了。赞美声此起彼伏，有人忙着给她拉椅子，有人赶紧倒茶。李征良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随着大家去奉承。大家别客气，今天难得聚在一起。宋曼玲坐下后，优雅地扫视了一圈。服务员，把菜单拿来，再加几道招牌菜，酒也要好一点的。曼玲，这酒店消费不低啊。有男同学半开玩笑地说。宋曼玲大方地摆摆手，没关系，今天我买单，大家意思一下就行。听到这话，几个原本还在推让的人都松了口气。酒菜陆续上桌，气氛逐渐热络起来。话题从工作近况聊到投资理财，从买房买车聊到子女教育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内容也越来越精彩。我那个项目刚拿到一轮融资，投资方给了2000万。我刚在北四环买了套别墅，花了1800万。我老婆开的美容院，一年净利润就有几百万。李征良依然安静地吃着菜，很少插话。偶尔有人故意问他，征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觉得我们聊的话题太高端了？他总是很坦然地回答，你们都是成功人士，我一个小职员，哪敢班门弄斧？也别这么说，说不定你闷声发大财呢。一个女同学笑着调侃，我要是发了财，还用穿成这样吗？
李征良指指自己的衣服，又引来一阵笑声。那些成功人士的眼神里，总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，仿佛在看一个可怜的失败者。而李征良的平静反应，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认命。晚些时候，服务员端上来一瓶包装精美的威士忌，有人故意大声念着标签：皇家礼炮50年陈酿。这英文够长的，众人哄笑。李征良随口问了句：这酒什么价位？应该在10万左右一瓶吧。一个略懂酒的同学云淡风轻地回答：我不太喝烈酒，还是茶比较适合我。李征良摇摇头，把面前的酒杯轻轻推开。他的举动被几个人看在眼里，有人暗暗摇头，有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在他们看来，李征良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，买不起就说不喜欢。征良，你是不是没吃晚饭？突然有人注意到李征良一直在埋头吃菜，开口调侃道。李征良筷子顿了一下，抬起头诚实地说：确实没吃，下班就直接过来了。他说的太自然了，没有一丝尴尬或者羞愧，反而让想要调侃他的人感到有些无趣，气氛有些微妙。宋曼岭赶紧打圆场，都是老同学，吃好喝好最重要，想吃什么尽管点，今天我买单。曼岭就是大气，立刻有人附和。酒过3巡，话题开始变得更加深入，几个男同学开始抱怨起了富人的烦恼。我那个投资项目最近有点麻烦，政府政策变了，可能要损失几百万。你这算什么？我岳父的公司非要我去当总经理，每天各种应酬，烦死了。我最近在考虑要不要再买套房，但是好地段的都太贵了，动辄几千万。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诉苦，但每个人都能听出其中的炫耀成分。李征良最初还会适时地发出真不容易，有钱人的烦恼这样的感叹，但听得多了，他的表情就变得越来越平淡，最后干脆低头看起了手机。他当然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，用抱怨的方式炫富，用烦恼的外衣包装优越感。这种把戏他见得太多了，早就免疫了。聚会进行到一半，宋曼岭接了个电话，起身向门外走去。不好意思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出去处理一下，大家继续吃，我先去付钱。他走到门口时，悄悄对服务员说了几句话，对方点头表示明白。宋曼岭前脚刚走，包厢里的气氛就微妙地变了。他该不会是故意来显摆的吧？有人小声嘀咕：别瞎说，人家确实混得好，我觉得也是。选这么贵的地方，点这么贵的酒，不就是想让我们看看他现在多成功吗？话题很快又转到了李征良身上，那个戴劳力士的同学又开始发挥。征良，你今天吃得够本吧？这一顿抵你半个月工资了吧？李征良淡淡的笑了笑，确实挺丰盛的，谢谢大家。一会儿别说没带钱包啊。另一个人跟着起哄，该出的我肯定出。李征良的回答依然很平静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重新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账单夹，他保持着职业化的微笑。各位先生女士，这是今晚的消费清单，请问是一起结算还是分开？他将账单摊开在桌上，总计消费176,890元。这个数字一出来，整个包厢瞬间安静下来。原本还在嬉笑怒骂的众人，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。多少？戴劳力士的同学第一个坐直了身子。17万多？这不可能吧？服务员不慌不忙地解释：先生，主要是这瓶皇家礼炮
50年陈酿，单价92,000元，等等等等。戴金丝眼镜的同学急了：谁点的这瓶酒？我记得没人点啊。就是你啊！坐在他旁边的人立刻反驳：你刚才不是说要点瓶好酒助兴吗？还拍着胸脯说这点钱算什么？我那是开玩笑的，谁知道真有这么贵的酒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气氛变得剑拔弩张。有人问服务员：刚才我们班花不是说他会结账吗？但服务员表示目前还没人结账。戴劳力士的同学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说请客吗？怎么还要我们付钱？就是啊，说好的买单呢？这么多钱平摊下来，每人也要1万多啊！包厢里顿时乱成一团，有人开始算账，有人开始抱怨，有人开始互相指责。都别吵了！戴劳力士的同学拍了拍桌子，扣掉李征良，我们几个人分，每人大概1.5万左右，凭什么扣掉他？立刻有人反对，他也吃了喝了，凭什么不出钱？就是看他吃的那么香，该出的钱1分都不能少。他1个月工资才几千块，让他出1万多，这不是要他命吗？争论越来越激烈，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集中到了李征良身上。他依然坐在角落里，表情平静，仿佛这场争论与他无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慢慢抬起头，环视了一圈，淡淡的说：该我出的我肯定出，但是那瓶酒不是我点的，鱼子酱也不是我要的。如果真要 AA， 我可以按照我实际消费的来算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好像我们占你便宜似的。戴劳力士的同学怒了。就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，包厢门突然开了，宋曼岭重新走了进来。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场面，脸上依然挂着优雅的笑容，目光扫过账单和众人慌张的神色。怎么了？账单吓到大家了？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众人心上。曼岭，这个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贵。戴金丝眼镜的同学试图解释：是啊，主要是那瓶酒太贵了，而且这个消费确实有点。面对众人的支支吾吾，宋曼岭忽然笑了，那笑容不是对着他们，而是对着坐在角落里的李征良。他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变得亲近而熟悉：征良，差不多了吧？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什么叫差不多了？什么意思？李征良看着宋曼岭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缓缓站起身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皮夹。当他打开皮夹的那一瞬间，在场的人都傻眼了。大家都看到了里面整齐排列的各种卡片，黑色的运通百夫长卡，金色的招商银行钻石卡，还有几张他们见都没见过的私人银行卡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李征良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，但语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我本来只是想看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都变成了什么样。他拿出那张黑色的运通卡，递给目瞪口呆的服务员，全部账单刷这张卡，谢谢。服务员接过卡片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敬意。他显然知道这张卡的含义，这是传说中的黑卡，全国持有者不超过1万人，每一个都是身家至少过亿的顶级富豪。包厢里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像被定身术定住了一样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穷同学。刷卡的过程异常顺利，服务员很快返回，双手恭敬地将卡片递还给李征良。先生，支付成功，感谢您的光临。李征良接过卡片，动作依然从容，仿佛刚才只是买了一瓶矿泉水，
而包厢里的其他人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，无法自拔。这怎么可能？戴劳力士的同学声音都有些颤抖。你不是什么？李征良重新坐下，神情平静地看着他。不是那个数学不及格的差生，不是那个找不到好工作的 loser， 还是不是那个买不起名牌的穷鬼？每说一句，那个同学的脸就白一分。他刚才说过的每一句嘲讽的话，现在都像巴掌一样抽在自己脸上。我想起来了。突然，一个女同学惊叫起来：“李征良，你是不是那个开发了智云系统的李征良？”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智云系统，那个在3年前横空出世，彻底改变了企业管理软件格局的超级产品，创始人正是一个叫李征良的年轻人。据说这个系统的估值已经超过了100亿。李征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运气好，赶上了风口。运气好，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，能做出那样颠覆性产品的人，怎么可能只是运气好？这需要的是顶级的技术水平、敏锐的商业嗅觉，还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执行力。天哪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胡润富豪榜上有你。另一个人也反应过来，排名第47位，身家125亿。125亿，这个数字让包厢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刚才还在炫耀几百万投资的那些人，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可是你为什么？戴金丝眼镜的同学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为什么要这样伪装？”李征良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人，然后他缓缓开口：“大家还记得高中时候的我吗？”当然记得，那时候的李征良确实是班上的差生，数学经常不及格，性格内向，很少说话，在班上几乎没有存在感。那时候的他们，哪怕是最普通的学生，都会对李征良有一种优越感。高考后，我没考上好大学，去了一个3流的技校学计算机。那时候，你们有些人已经上了重点大学，有些人家里条件好，出国了。李征良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人都能听出其中的深意。再后来，你们毕业找到好工作的时候，我还在一家小公司做程序员，月薪3000，包厢里静得可怕，所有人都意识到李征良要说什么了。5年前，我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，李征良继续说道，那时候我刚刚创业，公司还很小，自己也确实很穷，但是那次聚会上，大家对我的态度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淡淡的笑了笑，应该和今天差不多。宋曼岭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眼神中有着复杂的情绪。他当然记得5年前的那次聚会，那时候他刚刚接手父亲的公司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而李征良确实穿得很朴素，话也很少。那次聚会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李征良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当你落魄的时候，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，都可能对你冷眼相看；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即使是陌生人，都会对你笑脸相迎。他转过身，目光再次扫过众人。所以我想试试，如果我继续扮演那个失败者，大家会是什么反应？结果呢？他自问自答，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。戴劳力士的同学想要说什么，但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们今晚的表现确实很糟糕，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优越感和轻蔑，每一个眼神都在提醒李征良，你是这里最失败的那个人。我不是在责怪大家。李征良重新坐下，人之常情，我理解。
富人和穷人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他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。成功和失败从来都不是绝对的，更不是永恒的。今天你看不起的人，明天可能就会让你仰望；今天你引以为傲的成就，明天可能就会变得微不足道。包厢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，几个刚才还在大声炫耀的人，现在都低着头不敢说话。他们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刚才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。而且李征良看向那个点了昂贵威士忌的同学，真正的富人是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而故意点最贵的东西的，那样做的人往往只是想要掩饰内心的不自信。这句话像一支利箭，直接射中了那个人的心脏。他确实是为了在同学面前显摆才点的那瓶酒，现在想想，那种行为是多么的浅薄。宋曼岭这时候开口了：“征良，你还是那么爱说教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，但更多的是理解和认同。曼岭，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李征良问道。宋曼岭笑了笑：“从你进门的第一眼。”这么明显吗？不是明显，是了解。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温柔。你以为换了衣服，改了发型，我就认不出你了？你喝水的姿势，吃菜的习惯，还有那种看人的眼神，都没有变过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而且，真正穷困的人，眼神中会有一种焦虑和不安，那是被生活压迫出来的。但你的眼神很平静，那是一种只有见过大世面的人才会有的从容。”李征良点点头，对他的观察力表示赞赏。另外，宋曼岭又补充道：“你的手，众人不解，做技术的人长期使用键盘，手指会有特定的痕迹。但征良的手虽然有这些痕迹，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手部保养的也很好，这不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会有的状态。”他的分析让在场的人都佩服不已，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观察力是多么的粗糙。最重要的是，宋曼岭看着李征良，当大家在炫耀的时候，你的表情，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听到那些数字应该会有羡慕、嫉妒，或者至少是震惊。但你的表情太平静了，就像在听小孩子炫耀玩具一样。这个比喻让几个刚才还在炫耀的人脸红不已。在100亿身家的人面前，他们那点成就确实就像小孩子的玩具，所以你故意配合他。有人问宋曼岭：“我想看看这出戏能演到什么程度。”宋曼岭坦率地承认，也想看看大家的真实反应。结果让你失望了吧？李征良苦笑道。宋曼岭摇摇头：“不，让我更加确认了一个道理，能够在成功后还保持初心的人太少了，而能够在伪装失败时还保持风度的人就更少了。”他看着李征良：“你今晚面对那些嘲讽和轻视，始终很平静，没有恼羞成怒，也没有当场翻脸。这种心境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”李征良摆摆手：“也许只是我比较会忍而已。”“不，这是格局。”宋曼岭很认真地说：“大格局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无知而愤怒，因为他们明白，愤怒只会降低自己的层次。”气氛慢慢缓和下来，但每个人心中都五味杂陈。刚才的震撼过后，更多的是羞愧和反思。“征良，对不起。”戴劳力士的同学率先开口：“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不用道歉。”李征良摆摆手：“你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如果我真的是个普通员工，你们的反应很正常，但是我们不应该那样看不起人。
戴金丝眼镜的同学也低头道歉。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，都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。李征良点点头，这话说得对。其实今晚最让我感慨的不是你们的态度，而是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我发现我也变了。李征良的声音有些沉重。5年前的我，面对你们的轻视，心里是真的难受。但今晚，我可以很冷静地观察、分析，甚至觉得有趣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已经站得太高了，高到可以俯视一切，包括曾经伤害过我的东西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这种心态其实很危险，因为当你开始俯视的时候，你就离变成你曾经讨厌的那种人不远了。这番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每个人都可能在成功后变得傲慢，变得看不起曾经的自己，看不起那些还在奋斗的人。所以这次聚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警醒。李征良继续说道，让我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不要忘记那些还在路上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理解和帮助。宋曼岭深有感触地点点头，成功最大的风险就是让人忘记初心。是啊，李征良感慨道，我们都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，但成功后很容易就忘记了那种普通的珍贵。这时，一个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女同学突然开口，征良，你还记得高中时候吗？你虽然成绩不好，但从来不欺负比你弱的同学，还经常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对，另一个人也想起来了，那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家里很穷，你悄悄把自己的午饭分给他吃。随着这些回忆被提起，大家忽然发现，那个曾经不起眼的李征良其实一直都是个很善良的人。他的成功也许并不是偶然的。夜已经很深了，聚会也接近尾声。李征良重新穿上那件看似普通的羽绒服，准备离开。征良，以后还会参加同学聚会吗？有人问道。李征良想了想，会的，但我希望下次大家都能以最真实的状态见面，不需要炫耀，也不需要伪装，就像高中时候那样。那你还会这样伪装吗？不会了。李征良摇摇头，这次已经足够了。而且我发现，伪装别人很容易，但不伪装自己却很难。大家陆续起身告别，气氛虽然有些尴尬，但并不沉重，因为每个人都从这次聚会中学到了什么，收获了什么。走到门口时，宋曼岭追上了李征良，能聊几句吗？两人走到酒店的露台上，夜风很凉，但心情却很平静。你知道吗？今晚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更是一个还保持着初心的老同学。宋曼岭说道。你也是，李征良回应道。能够看穿我的伪装，但不拆穿，还配合我演完这出戏，说明你的心态也很好。我们都在成长，也都在变化，但有些东西希望永远不要变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善良，比如真诚，比如对朋友的那份情谊。两人相视而笑，那种笑容很纯真，就像回到了高中时代。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李征良开着一辆很普通的大众车，其实他的车库里有好几辆豪车，但他更喜欢这种低调的生活方式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想起了今晚发生的一切。这次聚会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，也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。成功不应该让人变得冷漠和傲慢，而应该让人变得更加温暖和包容。真正的强者不是去俯视众生，而是俯身去帮助那些还在路上的人。几天后，李征良的公司宣布了一个决定，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，
用于帮助那些有技术梦想但缺乏资源的年轻人。基金的名字很简单，初心。而在基金的启动仪式上，李征良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们都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更多的普通人走得更远。这句话成为了他此后人生的座右铭。那次同学聚会最终成为了每个参与者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，它让每个人都重新审视了自己，重新思考了成功的意义，也重新定义了真正的财富。而李征良，那个曾经被看不起的穷同学，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成功，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能够始终保持一颗善良而谦逊的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